凌不疑得知程少商与楼瑶退婚后，马上找义父帮忙赐婚。最初，少商对他并没有好感，甚至有点怕他。少商见过他杀人的模样，也见过他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拼尽全力。每一次，他都是那样踏着火光而来，光是他的黑甲军就足以震慑人心。曾经那句戏言居然成真了：十一郎对我倾慕许久，可我毫无兴趣。凌不疑知道少商对自己没有好感，可他不在乎，毕竟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。而最初凌不疑决定赐婚，一方面是为了护着他的名声，楼瑶退婚不娶的事情让少商被闲言碎语影响，而他能做的是告诉所有人少商很好，是我求而不得的女子。另一方面，自然是因为自己的私心，为自己的婚姻努力一次。他盼一个日久生情的机会，一个让少商知道自己心意的契机。最终，凌不疑赢了。他的真诚与温暖感动了少商，也让他看到属于凌不疑不为人知的模样。在别人眼中，凌不疑是火眼旺，是不择手段的冷面少将军。可是只有少商知道，他也会害怕，也会有想要拼命保护却无能为力的东西。是赐婚的安排，让少商走进凌不疑的生活中，打开他的心扉，用爱情相互治愈过去。在他们相爱的过程中，皇后身为凌不疑的义母，更是用亲情温暖了少商，给了他属于母亲的爱，弥补萧母缺失的那段岁月中迟到的亲情。那颗炙热的心，那一份温暖的爱意，最终让少商卸下防备，答应和他在一起。只是当他们的感情足够好的时候，凌不疑却故意和他疏远，为的就是不让自己复仇的行为伤害到少商。凌不疑名义上的父亲凌毅，正是当年杀他全家的罪魁祸首。凌不疑原本姓霍，后来因为一场密谋许久的杀戮，霍家只剩他一人，被凌毅抚养长大，只是名义上的父子而已。凌不疑发现当年的真相，知道这些年自己一直认贼作父，最终屠了凌家满门，为霍家报仇。少商看见他报仇时那凛冽的模样，也忍不住害怕，但更多的是心疼。只是凌不疑自以为是的为少商好，默默忍受这一切，真的太愚蠢了。后被追兵逼到悬崖之上，为了保全少商，自己跳了下去。这段感情因为过去的仇恨就此作罢。凌不疑的逃避让大家以为少商又被抛弃了，闲言碎语的休妻更是让少商心灰意冷。凌不疑东窗事发后，程少商回到程家大病一场，连程母都喊着要给他准备后事。凌不疑被打发到边关，程少商让哥哥将凌不疑的私印都还给了凌不疑。程少商病好后，他并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和伤春悲秋，而是选择去守护皇后娘娘。因为凌不疑一事，皇帝决定废掉太子。为了更稳妥地废掉太子，皇帝先废掉了皇后，2年后才将太子贬成东海王。同样作为开国皇后，刘邦想要废后废太子，所有的朝臣都不答应。而皇后被废，朝中只有2个大臣意思意思的求下情。虽然皇后和太子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但是被废却是众望所归。自接掌永安宫后，少商感觉自己像空降大企业的关系户，如何管理这100来号人以及排布娴静有趣的宫廷生活，难度着实不小。发布了2个新命令，一是但凡有妥善去处的宫婢，在年满22岁之后可酌情放出宫去；二是每年除了3祭5节，少商还会举办各色赛事，但凡女工、烹饪、园艺，甚至栽培暖房植被中有出色者，都可获得重赏。5年里，程少商成为了一个更好的自己，他身上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戾气。萧元一梦想中的女儿应该就是这样的。想当初刚进宫学规矩的程少商，每天都盼着放假回家，如今他把永安宫当成了自己的家。曾经萧元一想要给程少商找个普通人家，所以并没有教程少商那些，是皇后教会了他一切。其实皇后和萧元一都算不上一个好母亲，行军打仗的萧元一过于严厉，而太过于慈爱的皇后用出来的儿女都算是废了。成为太公令的程少商将永安宫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替皇后阻挡外面的风风雨
余裕。自从知道程少商、凌不疑退婚后，元慎也赶紧退婚，开始追袅袅。不过袅袅对元慎属实没啥意思，甚至袅袅直接求婚前太子东海王也不愿意回应元慎。程少商甚至渐渐还有贤良的名声传出来。没有凌不疑的这5年，程少商其实是活得很惬意的。繁忙的工作让他渐渐地忘记了凌不疑，而凌不疑在边关的那5年就比较痛苦了。后来骆继通告诉程少商，凌不疑经常对着右臂，表情既温柔又悲伤。凌不疑和袅袅曾经视臂为盟，两人互相在手臂上留下对方的牙印。虽然凌不疑留下的牙印很深，但是袅袅这些年一直在找祛疤药，已经褪去的差不多了。5年里，袅袅已经放下了那段感情，她有很多的事情要做，她要保护皇后，要拦住刁钻的5公主。这5年里，她至少赶走了2回来说风凉话的徐美人，骂退了3回企图让宣太后给自己撑腰的5公主，查清了吴起永安宫不法事件，甚至阴差阳错地抓出了蜀中剑王派来的一波刺客。据不确切无根据消息称，有人曾见过程氏殴打恐吓5皇子。如果没有皇帝一直在撮合凌不疑和程少商，两人应该早就毕义了吧。也许那5年对凌不疑是痛苦的，而对于程少商而言是充实的。